这是我的飞豹战机，今年是我下部队的第7个年头，现在我对它依旧保持着初见时的怦然心动。她是中国空军首批取得工学和军事学双学士学位的歼击机女飞行员。女飞行员这个头衔会给你一种稀缺性带来的瞩目，但是这背后付出的代价是对等的。她也是中国首批超音速重型歼击轰炸机女飞行员。在面临身体、心理挑战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我们女性会更难，大家都是一样的。天空之上不分性别，战场之上不分男女，只看输赢。她还是第一个驾驶飞豹歼击轰炸机，满载弹药，在边境线上完成夜间武装巡逻任务的女飞行员。你以为你努力了，但其实你没有。她还是中国空军最高荣誉金飞镖实战考核比武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夺得冠军的女飞行员。如今，她已是空军某部飞行大队队长，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最年轻的超音速歼击轰炸机女性作战指挥官。这意味着她可以独立带队，指挥空中打击群，跨越高山密林、茫茫草原、沙漠戈壁、远海大洋，全天候进行对空、对地、突防和空袭任务。她很年轻，前途不可限量，是未来的空军女将军，将会指挥一个航空师，甚至是一个战区的空军。今年她只有33岁。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加入空军，因为从机舱里看见的蓝天最美，驰骋云霄的感觉最酷。我是高普宇，带着官兵的嘱托，现场聆听了20大报告，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振奋。我的职责和使命就是要及时的把大会的盛况和战友们分享，把大会的精神传达到基层。学习20大精神，我们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更要结合实际学，让党的20大精神在飞行训练中发光发热。党的20大报告提出要增加新域新制作战力量比重，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近年来，全区部队持续换装转型跨越发展，这对我们新时代飞行员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坚持一杆一舵、一起一落，都瞄着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标准。我们的任务就是能打仗，打胜仗。作为党代表，我要时刻带头将这一标准贯彻训练始终，加强新装备、新战法研究和作战运用探索。飞豹实施机动动作时，高载荷让飞行员必须承受重压，还要合理分配精力。我旅坚持男女飞行员同标准考核、同难度训练的原则。研究制定适合飞行员体质特征的训练方法，针对性加大训练强度和频次，为实现飞豹精准命中提供了基础支撑。每次训练复盘时，我们都会把飞行数据整理存档，制成一张设有瞄准点等几十个要素的表格，在反复对比、复盘深研中揣摩武器装备性能规律，提升人机磨合适配度。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我们为战而生，为战而练。